5月下旬的北京，风平浪静的表面下，暗潮涌动。一条劲爆的消息在坊间流传：中国最高领袖习近平已经连续14天没有公开露面。要知道，这位常年稳坐新闻联播 C 位的领导人，平日里几乎每天都在党媒头版打卡，如今突然在公众视野中蒸发2周，难免让人浮想联翩：是身体抱恙闭门疗养，还是躲进小黑屋运筹帷幄，亦或遭遇政治地震，一时间无法现身？更诡异的是，按照中共惯例应于5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迟迟未见报道，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这一切就像一部谍战大片的开头，吊足了吃瓜群众的胃口。先别急，让我们摆好小板凳，倒上一杯茶，慢慢撸一撸事情的来龙去脉。在这场现实版的权力游戏里，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暗藏玄机。习总书记究竟去哪儿了？政治局为何静悄悄？这里头是单纯放假休息，还是权斗升级？就像古装宫廷剧里，皇帝数日不上朝，满朝文武开始惴惴不安。我们也不禁脑补，中南海的宫墙内，此刻是不是正上演着一出紧张刺激的宫廷权斗大戏？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官方行程，看看习主席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时间地点。翻阅近期的党媒报道，5月20日，习近平现身河南洛阳考察调研，这成为他迄今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露面。之后的14天里，关于他的消息寥寥无几，只有几则隔空动作。比如5月27日，他给少先队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去贺信；5月29日签署命令发布军事科研奖励条例。这些活动都是以书面或远程形式进行，没有伴随任何影像画面。从5月底开始，人们惊奇地发现，人民日报等党媒头版连续多天不见习大大的照片，这可是破天荒之举。过去他的新闻可是天天挂头版，雷打不动的。到了6月2日和3日，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人民日报头版干脆完全没提习主席的名字，这简直破了天荒。就好比一家天天用明星代言做广告的公司，突然连续2期广告把台柱子给撤了，怎能不让人怀疑是不是代言人出啥状况了？美国有位喜欢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张家敦，甚至在社交媒体上直接放话，习近平从人民日报上消失，显示他已经失去权力。虽然这话听上去很耸人听闻，但足见外界对此事的关注和好奇心。实际上，在中国政坛，领导人消失从来不是小事一桩，别说整整2周不露面，哪怕几天不见踪影，都会引发各路猜测。这就像天气突然反常，6月飞雪也好，晴天打雷也罢，肯定意味着有情况。更何况如今正值中共内部风声鹤唳的敏感时刻，习的这波神隐怎能不让人心生疑窦？习大大的隐身已经够吊诡，雪上加霜的是，按惯例每月1次由总书记亲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爽约了。根据以往惯例，政治局通常在每月月底召开例会，5月底本该开会总结经济工作，部署下阶段任务。然而截至6月初，官媒上没有任何关于5月政治局会议的报道或公告。这种诡异的静默，在近年的中共政坛极为少见。要知道，政治局会议相当于中共最高董事会的例会，25名政治局委员就是掌管党和国家大事的大股东。平日里这种会议都是高调宣传的，比如新华社通稿里一板一眼地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今日召开会议，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可这回新华社仿佛集体失声，一个字都没提5月有没有开会。这就好比一家上市公司该发季度财报了，却突然啥公告都没有，投资人怎能不恐慌猜疑？那么这次政治局会议到底开没开呢？有2种可能情况都不妙。一种可能是根本没开成，为啥不开？一种说法是人员凑不齐，传闻习总书记在洛阳考察完后就一直留在当地不回京，不在北京自然没法主持会议，大佬不在场，这会儿也就黄了。还有种猜测是习主动推迟，也许他遇到麻烦，不想回来见众位同僚，所以干脆拖着来个静观其变。另一种可能是会议开了，但内容太敏感，开了也不敢对外公布，除非发生了极其罕见和重大的议题，否则中共不会对例行政治局会议守口如瓶。
如果真有这种隐情，那反而更让人背后发凉。难不成真讨论了什么见不得光的大事，比如最高层的人事变动？这种解释恰好与此前坊间盛传的一些猛料有呼应。据说5月中旬，中共秘密搞过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有点类似非常规的高层紧急磋商，还请来了几位退休的党和军队大佬与会。会议焦点直指习近平的领导地位。如果真是这样，会议内容当然没办法公开。无论是哪种情况，一个信号是明确的：中共权力中枢运转出了异常，要么是一把手缺席导致会议流产，要么是议题敏感引发高层博弈。不管怎样，政治局会议悄无声息就是反常。正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此间必然有故事发生。大家伙纷纷戴上了吃瓜群众的帽子，准备好瓜子小板凳，等着看接下来的剧情发展。领导人神隐加高层会议停摆，如此劲爆的剧情怎能不刺激各路脑洞大开的阴谋论？于是各种小道消息传闻在社交媒体和海外中文圈子里满天飞，仿佛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我们不妨列举几条最具戏剧性的剧情猜想，看看这些版本有多玄乎。当然要记住，目前都只是未经证实的传闻，各位看看就好，可别全当真。洛阳软禁说，这个传闻画面感极强，故事情节大概是这样的：5月下旬，习在河南洛阳考察期间，形势有变，被反对势力趁机控制，干脆就地软禁于洛阳某处。习大大被软禁了，这听起来宛如清宫剧桥段，皇帝出巡途中被禁军挟持扣押，然而真实性如何，无从考证。毕竟要在现代社会软禁一国领袖不是小事。不过谣言爱这么传，因为上一次习在洛阳公开露面后就再没现身，于是有人就把洛阳当成囚禁地来脑补了。政治局逼宫说，这也是近期最劲爆的传言之一。据闻5月14日左右，中共中央在北京秘密召开了一次有军队高层和退休元老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其目的直指习的权位问题。有传言称，会上列举了习近平的12条错误，党内元老和现任高层集体向他发难，要求他引咎辞职。更夸张的是，甚至还有据说投票表决的细节版本流出，什么374票赞成请习下台之类。乍一听这么精确的数字就很玄乎，中央委员加候补委员总共也就300多人，这投票结果倒像宫廷政变剧情。当然，这类传闻目前没有任何实锤证据，全凭一些海外自媒体和爆料人士的一张嘴，但耐不住它戏剧冲突性十足，所以在网上疯传，越描越精彩。将军倒戈说，这个版本聚焦在军队高层人物的动向上。众所周知，习近平在军中安插了不少自己人，比如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算是他的老部下兼铁杆战友。可有小道消息称，就在最近风雨欲来的时刻，张又侠等军方大佬态度微妙，开始与习拉开距离。传闻中，张又侠在内部场合语带锋芒地批评了习的政策，甚至有意联手其他高层架空习的军事指挥权。这消息要是真的，那可真是10级地震，因为如果连军权都不稳，那习的地位确实危险了。不过也有人质疑，张又侠一直被视为习的亲信，怎么可能忽然造反？或许他只是为了自保而表明中立立场。谣言的精彩之处就在于，他不求逻辑自洽，只求刺激眼球。胡锦涛放话说，还有传言把卸任多年的前总书记胡锦涛也搬出来了。版本之一称，在那次神秘的高层会议上，年事已高的胡锦涛也列席，并且难得强硬起来，直接抛出一句狠话，哪怕不惜发生内乱、内战，也要坚持改革开放路线。这言下之意，无非是冲着习近平的倒行逆施而来。毕竟习近年被指责在倒退、闭关锁国，否定邓小平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真有这番表态，那胡书记可算是豁出去了。当然，这听起来更像是网民的戏剧性脑补。众所周知，胡锦涛在2022年20大闭幕式还被当众请离场，一度让人唏嘘他的处境。那么他如今能翻身出来公开怼习，8成是传说。但不得不说，这种传闻极具故事张力，仿佛一部电视剧里隐忍多年的太上皇突然现身力挽狂澜，让人不由拍案叫绝。身体亮红灯说，阴谋论之外也有较为温和的推测，习近平可能真的生病了，不方便露面。
例如有人注意到此前他出访或露面时偶尔手颤，步态不稳，猜测他可能健康出状况。这2周神隐也许是在住院治疗或静养。还有照片显示他头部有手术疤痕，是否做过什么手术？这些当然也是猜测。如果纯粹是健康原因，其实按照惯例，官方也不会高调公布，会选择淡化处理，等他休整好了再亮相。所以生病疗养也算一个合理解释。只是很多人不相信堂堂一国领袖说病就病倒，更愿意相信背后有政治文章。何况就算真是健康原因，为什么政治局会议也不开？难道西医病倒，整个中央都歇菜？这似乎说不通。因此纯粹生病说并不能解释所有反常现象，但作为可能性之一也存在。当然，坊间还有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诸如西家人已经紧急出国避险啦，中南海附近部队调动啦等等，把气氛渲染得仿佛政变一触即发。理性的分析人士提醒说，这里面真真假假，很可能有不少是捕风捉影甚至故意放出的烟幕弹。但在资讯不透明的体制下，信息真空往往给谣言创造了繁殖空间，民间没有官方渠道获取真相，只能靠猜。这就像一间密室传出奇怪响动，外头的人听不清里面在干嘛，只好你一言我一语编故事，越讲越离奇。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谣言四起的时间点也很耐人寻味。过去习主席偶尔销声匿迹一阵子，往往是先不见人影后引发谣言。比如2012年那次莫名消失，据说伤了背或者逼宫元老什么的，都是在他消失后外界才猜测。这回却反过来了，在西还露面的时候，5月中旬，坊间就已经沸沸扬扬传起他要出事的各种版本了，仿佛未卜先知一般。而接着他真的从5月下旬开始神隐起来，仿佛验证了传闻似的。这种谣言在先，消失在后的反常顺序更让人浮想联翩。难道传言不是空穴来风？亦或是因为传言闹得太凶，他索性暂避风头？真相如何，只能等剧情进一步发展才能揭晓了。要理解当前这出戏码的可能走向，不妨回顾一下历史上中国政治舞台上那些领袖失踪事件。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却常常惊人相似。每当大人物突然隐身，其背后往往藏着大文章。先说说习近平自己过去的记录。201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接班人身份的习近平也曾玩过一次人间蒸发。那年9月上旬，他连续10来天不见踪影，取消了一系列外事会见，引得外界猜测纷纷。当时坊间盛传他是游泳拉伤了背部，在家静养，但也有传言更劲爆，说习在18大接班前夜摆出强硬姿态，不拿到党政军大权誓不就任，和党内元老们闹僵了。双方僵持了2周，直到党内妥协同意把所有权力交给他，他才重出江湖，宣布了一切正常。这听起来像权力斗争的最后谈判，不管是真是假，反正习近平在2周后重新露面上班，表面风平浪静地走完了权力交接。这是他上位前一次著名的失踪事件。再看2022年秋天，20大召开前后也有一段小插曲。当年9月，习出席完上合组织峰会回国后，网络上一度疯传他被软禁的消息。当时伴随着北京机场航班取消、大批军车调动等传闻，把国外推特网友都炸锅了。然而事实证明，那次纯属乌龙，习很快就亮相粉碎了传言。这件事倒说明一个道理，在信息不透明环境下，哪怕是正常的内部事务，比如防疫隔离或军演，都可能被解读为权变。不过，有些历史事件可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真刀真枪的权力斗争导致领导人从台前消失。最典型的是1971年林彪事件，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结果突然叛逃出走，坠机身亡。当时整个中国懵了，因为林副统帅的名字一下子从媒体消失，照片被撤，仿佛人间蒸发。直到几个月后，官方才公布了他的死讯。这种极端案例说明，在中国政坛，一旦出现高层博弈，领袖人物可以瞬间被消失，党媒会进行一种史诗级删改，让你从此从官方记忆中抹去。当然，林彪那是你死我活的政变未遂，和现在情况未必类比，但由此可见，如果真有高层政变或者重大变故，公开露面这种事对掌权者来说是小菜一碟。
想让谁消失就能让谁消失。还有1989年的赵紫阳，作为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因为同情学生民主运动，被邓小平等元老一夜之间拿下。他从5月下旬开始就再没公开露面过。5月19日那次在天安门广场与学生见面算最后露面，此后被软禁了15年，直到去世才重新在公众视线中出现名字。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中共高层要废掉1号人物，可以在悄无声息中完成，然后用另一个声音控制媒体，全面封锁消息。现在习可是党政军一把抓的大权独揽者，如果真有类似剧情，那其震撼程度不亚于当年的惊变。当然，眼下还远没到那一步，至少在我们写下这些文字时，习的地位名义上依然稳固，他也可能随时出现在央视新闻里微笑挥手，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此外，中国历史上帝王莫名失踪或死亡被隐瞒的故事也不少，比如秦始皇死在出巡途中，丞相赵高为了稳住局势密不发丧，车里装上咸鱼遮掩尸臭，一路瞒回咸阳。古代皇帝要是病重驾崩，有时消息会暂时瞒着朝野，以防引起动荡。当然，这都是皇帝死了的情况，如今我们可没到那个份上，希望领袖们都健健康康。秘而不宣4个字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异能，领导人一旦出现状况，无论是健康也好，政坛斗争也罢，都会本能地对外封锁消息，以拖待变。毛泽东晚年也曾经好几个月未露面，因为健康原因，那时官方就在媒体上不断刊登他的旧题词旧照，营造他仍在掌控的氛围。相比之下，这次习近平神隐2周，人民日报却几乎不提，这反而更让人紧张，连维稳的痕迹都看不到，难道真的出了岔子？当然也可能他们觉得2周不长，不必大张旗鼓找旧闻充数。不过以前但凡有风吹草动，党媒往往会故意刊登领导人活动来辟谣，这次的反常沉默实在耐人寻味。再把视线转回近期的一些人事变动和迹象上来看看，也许能从中管中窥豹。目前各种传闻里有一点几乎是一致的，习的权力根基似乎出现了裂缝，尤其体现在亲信部下接连出事上。首先是军队系统，今年以来，人民解放军内部经历了一场大地震式的清洗，先是前火箭军司令等人被查，接着国防部长李尚福在秋季突然落马消失。李尚福是西拍板提拔的心腹大将，这已经很耐人寻味。紧接着，军委装备部、火箭军等高层一串将领都传出被调查或失联的消息。到了最近，连军委副主席苗华这样的西心腹也遭到严查。据通报，苗华的问题已从严重违纪上升为严重违纪违法，看样子凶多吉少。而另一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自3月人大会议后就神秘消失，再未公开露面。何卫东可是习今年才提拔的爱将之一，如今也是行踪成谜。与此同时，老军头许其亮6月初在北京突然病亡，官方称为跑步时突发心梗。许其亮曾是军委副主席，在军中资格很老。巧合的是，前总理李克强去年也是突发心梗离世。这种接二连三的意外让一些好事者暗暗嘀咕，是不是有人为因素？许其亮虽然退休了，但与习关系密切，在习上台后深受重用。有人说他是被这一连串军中大清洗活活吓死的。虽是戏言，但他的死亡方式确实耐人寻味，一个在游泳，一个在跑步，未免巧合的令人背后发凉。如果说军中动作是惊涛，那么党政系统也暗流涌动。一个明显迹象是，一些原本靠近习的人如今动向反常。比如前几年一度被视作接班梯队之一的胡春华，最近重新活跃起来，被任命了一个国务院要职，还频频露面调研。胡春华本来在20大上被团灭出局，如今又被重用，被解读为某种势力在重新捧他上台面的信号。有观点认为，如果习真的出问题，像胡春华这样背景清白、资历深厚的人可能被推出来救火稳定局面。这当然只是猜测，但中国政治有其惯性，非常时期常会启用一些各方能接受的中间人，胡春华符合这种特征。再看外交系统，传闻王毅等人也在与习保持距离。王毅是习的外交智囊，但如今也许为了自保，在微调姿态，还有经济领域的何立峰等，
据称私下对一些决策不以为然。这些风吹草动都说明一个问题：习近平过去10年构筑的所谓西家军同盟，可能正面临离心倾向。一些官员在观望风向，万一山头要换，他们得提前调整站位。综合这些迹象，如果以阴谋论视角来看，仿佛有一股暗流正酝酿去西化，就像大船在风暴前夕，部分船员已经在悄悄准备逃生筏了。当然，这也可能是一种错觉，或者是西故意示弱放出的烟幕，但至少可以肯定，中共高层目前不太平，人人都在揣测下一步会怎样。当现实扑朔迷离之际，中国民间还有一种玄学姿势开始上线，那就是拿出各种历史预言、星象占卜，甚至神秘谶语来解读当下，有点像西方人谈论诺查丹马斯。咱中国有自己的预言传统，比如推背图、刘伯温碑记等等。平时这些东西当拜官野史看看也就罢了，可每逢大事发生，民间总爱拿他们出来对号入座，好不热闹。最近网络上流传很广的一个梗是所谓黑兔走入青龙穴的预言。这句听着云山雾罩的话，据说出自明朝开国军师刘伯温的预言诗，意思被解释为当黑兔年进入青龙年的洞穴，将有大事发生。巧了，2023年是农历癸卯年，属兔，五行属水，颜色为黑。2024年是甲辰年，属龙，五行属木，颜色为青。所以黑兔年到青龙年交接，正对应2023到2024这1年多的时间。坊间解读说，这预示这1年间中国会经历巨变，甚至有人说是天下大乱、改朝换代的暗喻。现在习主席突然隐身，党国体制似有震荡，不少网友就开玩笑，莫非刘伯温那句谶语要应验了？黑兔进龙穴，红潮要出世。除了古代预言，一些现代半仙也被搬出来背书。比如有传言称，英国灵媒帕克曾预言2025年中国会爆发内乱，习近平将在这一年下台。还有人编故事说某高人做了预知梦，梦见习在2025年下半年失势，而终结共产政权的人属羊，属羊年份的人，比如1955年或1967年出生，不知影射谁。这些听起来更像坊间传奇，但人们宁可信其有嘛。甚至还有人调侃，辛普森一家是不是又预测了这一幕？众所周知，那部美国动画曾神奇预言很多事件，网友戏称他如果有中国特别篇，估计也会有领导人失踪的桥段。玩笑归玩笑，这些玄而又玄的预言梗其实反映了一种大众心理。当现实信息不透明，人们会求诸天意，希望从玄学中找到答案或寄托。这也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天命论一脉相承。历朝历代，当朝廷风雨飘摇时，总会出现各类预言谣言，说什么真命天子要换人之类。如今互联网上这类内容虽不登大雅之堂，却在私下里流传甚广，为紧张的政治八卦增添了一丝娱乐色彩。当然，理智的讲，预言终归是预言，玄学不可全信，他们更多是民间的调侃和情绪表达。就像有人说天降异象必有大事，其实不过是给本已扑朔迷离的剧情再加点神秘佐料，让吃瓜看客们津津有味。这其中真假难辨，全当茶余饭后的谈资即可。习主席的神隐和高层异动，不仅在中国国内掀起波澜，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好奇心。毕竟他是全球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他的一举一动都关乎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走向。外国媒体和分析人士也在密切关注这场戏，试图从蛛丝马迹中判断中国政治风向。一些国际评论认为，习近平这阵子低调可能是一种闭关内修信号，表明中国领导层正把注意力全集中在内部问题上。事实上，自疫情以来，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的露面机会明显减少，他甚至在2023年破天荒地缺席了举世瞩目的 G20 峰会，由总理代为出席。这些举动一度被外界解读为他更注重国内事务，暂时放缓对外活动步伐。近期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失业、债务等麻烦不少，或许习在埋头处理这些棘手问题，没有出头露面搞外交花絮，这是相对善意的解读，意思是别瞎猜了，人家可能就是忙正事儿呢。
但也有不少西方分析对习的境况充满疑问。一些国际媒体注意到，北京高层最近一系列反常举动，比如前阵子频频换将，防长和外交部长都突然撤换，现在领导人又突然静默，这些都不寻常。他们担心中国政局不稳，可能带来政策摇摆。对全球市场来说，中国如果权力斗争加剧，投资者会紧张，供应链也要跟着抖三抖。邻国和外交圈子尤其留意的是，这会不会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人担心，如果习受到挑战，反而可能采取更强硬的民族主义姿态，对外转移视线，比如对台湾或南海搞点动作，以凝聚内部支持。但也有人相反猜测，如果习势弱，他对外反而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内顾不暇。这两种推论截然相反，可见信息不足时的分析就是雾里看花。还有一种角度是看中共体制的稳定性，支持习的人会说，瞧见没，就算习暂时不露面，中国照样运转如常，这证明体制稳固，经得起风浪。反对者则认为，正因为体制不透明，一旦老大有点意外，下面就鸡飞狗跳，各种谣言滋生，说明这个政治体系非常脆弱。这种争论暂且不论胜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全球都在围观，想看清这位集权10年的强人，到底是继续稳坐泰山，还是面临真正的挑战。在社交媒体时代，中国领导人的动态早已走出国门，进入全球舆论场。虽然中国国内严格管控，对习的传闻只字不提，但墙外的讨论已是热火朝天。不少外媒开始梳理习上台以来树敌颇多，政策失误累积，猜测党内是否有人要给他敲打或换人。毕竟他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打破了中共几十年平稳交接班的惯例，这让一些老同志心存不满的可能性不容忽视。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正是中共内部究竟有没有逼宫的政治意愿，这将关系到中国未来是继续强人政治，还是重回集体领导模式。写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场围绕习主席神隐所引发的政治悬疑剧，情节可谓跌宕起伏，众说纷纭。从身体原因到权斗阴谋，再到预言玄学，各种解读让人眼花缭乱。然而尘埃落定之前，一切都还停留在猜测阶段。中共政坛历来深不可测，真正的内幕恐怕只有少数人知晓。对于普通吃瓜群众和外部观察者来说，能够做的只有继续观望。也许就在明天，也许在下周，我们会突然看到习近平重新出现在电视新闻里，参加某个公开活动，神色自若地挥手致意。若真如此，那些传言或将不攻自破，至少表面上风波平息，大戏以不变告终，观众们白紧张一场。而如果他的缺席持续更久，甚至官方迟迟拿不出一个说法来平息疑虑，那么传言只会愈演愈烈，当局也许会被迫放出些消息来稳住阵脚。不管结局如何，这段插曲已经写入了中国政治的编年史，它展示了集权政治下信息不透明所催生的谣言生态，也让人们再次见识了中国高层权力斗争的神秘莫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关口，静静等待帷幕揭开的那一刻。在此之前，各位不妨继续嗑着瓜子，看戏看样，且行且观察。无论这出习皇帝惊魂14天记最终以虚惊收场，还是后续真有更大风暴降临，我们都算是见证历史的一群人。正所谓剧中人未散，接下来剧情如何发展，全世界都拭目以待。让我们保持一点耐心，静观这场现实版宫廷剧的后续发展。也许比寓言和小说更精彩的高潮还在后头呢。